在欧洲各国当中呢，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是最深的国家之一。那么，德国虽然承诺会逐步降低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比例，但在短期内难以与俄罗斯切割。那么，辜先生，以您的判断，德国最终是否能够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德国实际上已经把对俄罗斯原油的依赖已经降到了12%，那么气的依赖从55%的水平降到了20%的水平，其他的还有20%，如何去把它这个运进过来，来弥补这样一个，来消除这样依赖性？现在这个德国还没有做出最大的这个还没找到出路，但是现在加强这个从荷兰，尤其是从挪威和卡塔尔的油气的供应，现在在进一步强化。另外，这个在海上浮动的天然气、液化天然气供应的船只已经正在打造之中。我估计今年、明年会这个成型。换句话就是说，这个20%对俄罗斯油气的这个气的依赖，可能会在2年、3年、4年基本上得到缓解或者结束。那如果说现在要断掉俄气的话，就会使得经济第一不能够增长，甚至衰退；第二呢，就是会使通货膨胀呢更加高企。那还没有算到冬季来临以后呢，这个德国的这个取暖用的天然气会怎么办？无疑这是德国所不可承受的代价。那么德国当然现在呢也许诺说它是要逐步的减少对于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那欧盟提出了目标呢，是在今年年内要削减2/3从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那德国方面呢，能满足到1半就不容易了。现在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纷纷在向中东国家以及美国在购买 LNG 天然气、液化天然气。那这种液化天然气呢，第一成本高，至少要比俄罗斯的天然气高出30%。第二的话就是运输时间长。第三呢，它还需要这个 LNG 的码头。那这个码头的建设呢，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呢，远水解不了近渴。虽然说长远的目标呢，德国是想要摆脱对于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但是如果要在短期，比如说在今年甚至是在3个月之内要断掉俄气，这是德国不可承受之重。现在生产能源的国家就这么几个地方，一个是伊朗，伊朗有伊核协议的问题，欧洲不可能从伊朗买能源，即使买了也没有管道运。第二是中东，而中东的能源传统上是供应亚洲和美国，即便可以用中东能源，要输过去也很难。那么第三就从美国，美国要运到欧洲，而欧洲需要量最大的是天然气，而美国的天然气只能液化了以后才运过去，这个是非常非常贵的。所以现在替代能源，一个最好就是找到现在能够替代的产地，所以在可见的将来要完全取代来自俄罗斯能源，对欧洲来说是个很难、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任务。所以欧洲难就难在这个地方。现在呢，马克龙已经连任了法国总统，而德国呢也有了新总理。能源问题到底听谁的？两位带头大哥，欧洲谁主未来？赵先生，马克龙呢也是雄心勃勃，他希望能够使得法国成为欧盟内更有主导权的国家。德国现在主张的是要搞可再生能源，就是搞绿色化。那这与马克龙的想法呢是一致的。当然了，马克龙作为一个更加倾向于保护法国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大国总统呢，他实际上是要求在现有的维持核能的不变的情况下呢，去发展风能啊、太阳能啊、等等可再生能源。而且呢，在去年的法德博弈之中，实际上呢，马克龙已经说服了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欧盟国家，将核能也列为一种可再生能源。在能源问题上，法国虽然是核电，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能源气和油，它不仅仅只是发电的问题。所有的合成当代现代的化学工业和这个农业工业都需要气和油，没有气和油，很多化学产品都包括这个种子，包括这个肥料，包括粮食都不能产生。所以德法在物理上的合作的空间还是非常大。尽管波兰这是成为了整个欧洲政治事件的中心，是吧？美国总统、国务卿、国务部长来到欧洲，什么地方也不再去了，去的就是华沙和这个波兰。美军这个极大的强化了在波兰的驻军，这个波兰也收入了将近300多万的乌克兰难民。所以从总体上来讲，波兰的
这个政治角色和他的政治地位得到相当大的强化，而波兰又恰恰是跟德国关系不太好的国家，也是跟法国经常有龌龊的国家，所以未来如何能引领欧盟进一步向前发展，可能德国和法国还需要强化同波兰的合作。欢迎回到决胜制高点，我是克奇。俄罗斯正在积极准备5月9号的红场胜利日阅兵，而俄乌战事呢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那么，俄乌冲突真的会长期化吗？我觉得很有可能俄乌战争会长期继续下去，因为几个主要的就是参与者都没有结束战争的这个愿望。首先，美国看得出来，美国是铁心的要把这个战争持续下去，想要通过战争耗垮俄罗斯，同时控制欧洲。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普京也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没有取得胜利的结果，而且普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打算，就通过长期的战争，我刚才说过，他在很可能在胜利阅兵式以后，他就会转攻为守，采取防守的姿态，让西方来攻，这样呢，他可以耗下去。耗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叫美国和欧洲的矛盾暴露，因为战争持续的越长久，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就不能结束，欧洲就要不断的流血，不断的输出，不断的付钱。现在法国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老百姓的反战情绪，那么他想通过这个呢，来暴露和加剧美欧之间的矛盾，所以这些交战方都不想停下来。即使是普京取得了战场上预设的目标的话呢，美国、欧洲等等西方国家，在没有将俄罗斯军队全面的赶出乌克兰国土的情况下，不会轻易的放松他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那这就会使得这场冲突呢，肯定注定要延长下去。5月9日是俄罗斯的胜利日，按照传统，俄罗斯将在当天举行卫国战争胜利阅兵式。据俄罗斯国防部网站消息，当地时间4月28日，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夜间彩排。此外，今年的阅兵式还有一个特殊安排：俄军8架米格29歼击机将首次以字母 Z 列队飞越红场上空，以支持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参与者。Z 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符号之一。参加行动的部分俄武装力量分队将这一符号涂在军事技术装备上，以便目视识别敌我。俄罗斯还将于5月4日在莫斯科红场再次举行阅兵夜间彩排，5月7日举行总彩排。评论员吴健分析，从此次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安排来看，可以看到许多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影子。在乌克兰前线表现突出的坦克装备都悉数登场。这次阅兵的相关的单位，主要是参加过对乌第一阶段作战的，比如说近卫坦克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等等。同时呢，在强调当年的苏联意识，要向国内的民众来传达，对乌作战中去纳粹化有一个现实的利益考虑。